喂，我在外网找到了。叶老师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私底下玩得很大嘛。那男人是谁？你是不是想用这个视频狠狠地羞辱他，让他一辈子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？你就只能想到这么低级的方法？找个安全的小号，把它公布出去。我靠，她可是你老婆哎，你就不怕伤敌1000自损800吗？他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？是敌人，就会防御，会反抗。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对立面，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，被仰望。被需要的人，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。当他质疑你位置时，你不是要跟他争论，而是要让他自己承认。他只能在低位，然后心甘情愿、心服口服的仰视。所以这就是你让他仰视你的方式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了，怕跟你说多了你消化不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为什么你的纹身是美杜莎？不是每一个看到美杜莎的人都会被石化吗？可他最终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，成为了他的勋章。你放心吧，圆圆，爸是不会饶过他的。所以，直到最后，你都没有承认过你和小苏是恋人关系。没有。我因为强奸未遂被判3年，出狱后血没有办法再烧，而我的手也不可能再做外科医生了，而他没有解释过半句，甚至再也没有见过我。我父亲当时非常生气，立刻安排了我出国留学。唯一什么？强奸未遂会比既遂判得轻一些。我这样说，保全了我父亲的颜面，也是为了萧素我唯一可以做的一点点努力。刚开始那几年，我很愤怒，我恨他把我们的爱情变成了被人羞辱、嘲笑的犯罪，我恨他毁了我的人生。但是后来渐渐释怀，也许他只是在那一瞬间选择保护自己而已。他和我这一种无依无靠、没人在意的人不一样，我相信他有他的苦衷。从那之后，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。我不敢告诉任何人，一个人偷偷的回到滇南，可是我不想认命，我不想像我爸妈那样过一辈子。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应届生，他叫罗亮，他是个孤儿，成绩不好，不想高考。我和他商量，买了他的身份，重新参加高考，重新做人。直
到今天，就这样，我从小苏变成了罗良。就这样。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？可能和你一样，不愿意去面对自己那么难看的过去。但我什么都告诉你了，我对你没有隐瞒。小乐打电话给我说你变了男子，你在医院，你告诉我，是你害死了你父亲。我以为你的心病是对你父亲的愧疚，还有你母亲糟糕的关系，但并不是，对吗？你会这么痛苦，这么崩溃，是不是丁志波在那一天颁布为你设立的奖学金？但是丁志波的事情我告诉你了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他没有当着你的面，非要带走那个小女孩，你还会说吗？我明白，我能理解你的保留和隐瞒，因为我们都一边在和过去的伤痛搏斗，不想被打倒，却也在一边拼了命的想隐藏这道丑陋的伤口。可是我们都很纠结，想隐藏，但又希望在某些时刻，这条伤口能够被人看到，被安慰。我知道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，但至少我的让你看到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告诉我，你坦白了你的过去，你说不要离开你，不要丢下你一个人，我有多心疼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一定在无数的夜里一个人独自痛苦，因为我也一样。能够遇见你，是我的幸运，感觉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。我们两个就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。同样受过伤的人，我更能够理解你内心的痛。可是我也知道，我们终究是不一样的。我能接受你的全部，但我不奢望你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。
如果你最后选择离开，我完全可以接受。心软了些吧。这个房子留给你和小兰。这是要说的全部了吗？和你喊妈吃饭的那一次，在我旁边的不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真的很害怕让你看到我这一面，所以就找了一个人来帮忙。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很可笑，对不起。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来了？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回去啊？那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结束了。这头发，连眼睛都给挡住了。哎，别闹！一般人让我给他剪，我还不乐意。